只要人民币400多就可以在日本坐本地游轮，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比机票略贵，比 JR 便宜，还可以省1晚房费。重点是体验到一种难得的孤独感，体验航行在太平洋上泡着温泉的畅快。接下来我们将有一个特别的体验，就是我们将从北海道坐船到达日本的东北，也就是仙台市。我觉得这算不算是一个没苦硬吃？因为从札幌到达仙台的机票只要400多，而我这一趟船票呢就是600多，而且我还要花200块钱去到达那个码头，斥巨资没苦硬吃。坐船的时间呢是今天晚上7点发船，到明天的10点。不过旅行在路上，一切都是体验。咱们今天新的旅程开始了。首先我们要先坐地铁前往札幌站，然后在札幌站坐 JR 前往上小木，也就是码头的地方。你们要是提早一点坐大巴可能更便宜，坐 JR 的话是5000多日元，坐大巴的话只有1700。还有一个问题，我要去码头去问一问，就是我本来是订28号的，现在我后来改期到了29号。那改期之后呢，他又重新付了1次款，我等于付了2次款，但是第1次的钱没有退给我。而且在这个他们的官网上面预订啊，是特别的麻烦。我随便捏造了一个电话号码，随便捏造了一个住址。吐槽一下日本的地铁没电梯，这么长的一段路，扛着大箱子，旁边有电梯是上来的，继续走楼梯。我真后悔没有背包啊！哎，这马上得再去整一个新包。上车了，哇，一段好找，因为札幌站这边要有好几条线，但是呢，其实我发现谷歌地图非常方便，它会标注了站台，所以说你们到日本用谷歌地图，你不会坐 JR 的话，看下面有一个站台，然后时间都是非常准确的。这次是坐了一个特快的车，一个紫色的车。这个是日本 JR 特急火车的内部，其实是有点像咱们的高铁的。JR 有点像是咱们高铁跟地铁的融合，因为他们的慢车啊会经过很多小地方，就像地铁的那些小地方都会停，就把整个国家或者是某一片地区它把整个线路贯穿起来，从札幌到达上小木，这是一个港口，从这个港口坐车。然后坐船到达仙台。顺便看看日本的农村，日本的郊区。给我的感觉还是特别干净，这些房子啊，小别墅啊，在日本叫一户建。日本这个地方是让强迫症者极度舒适的地方，而他们的住房密度也是很高，但是呢却规规整整。现在雪已经化了差不多80%-90%了，所以咱们这次就先不探索北海道，下次来再探索冰天雪地的北海道。另外付1600。札幌 to 苫小牧。Express ticket。待会西瓜卡还会另外扣钱，对吗？Yes。刚才还在纳闷啊，就是他们的普通车跟特急车，就是进来了之后你可以随便坐，那怎么区分普通车的钱跟那个特急车的钱呢？原来是在车上付钱，车上加那个特急票。上小木，我到了。
来看一下去码头怎么走。走，咱们去坐公交车。一个特别小的站，习惯了大站，看一出来就是这个出站口了。我觉得他们的真的是高铁做的就跟地铁似的，然后也是这样刷交通卡。1680加上刚才的1680，一共是3300。出来之后往南出口走，我看到南出口这边写了一个上小木港。诶，去711里面买点东西在船上吃。这个时候，我丝毫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我会为此付出代价。电電子マネーをタッチしてください。レシートを受け。车站就在前面了。出来之后往右手边走，就可以找到这个车站了。不好啊，朋友们，公交车8分钟前就走了。然后问一下出租车，还好啊，这里路程不是很远。我们看一下出租车多少钱。我要去西港。そうだね。西港フェリーだね。あ、いえ。ferry。あ、フェリー。ferry。by meter。1800円ぐらいです。1008日元。by meter。あ、メーター。by meter。Okay。Oh yes。So expensive。你这个是一口价还是计价？だからいや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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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most 就是打表大概是这个价格对吗？そうそう yes。 OK。没办法了。 OK。 哇塞，你们知道多近吗？才2公里左右。它的起步价是600，起步价就是30块钱。我的天，心痛的无法呼吸。然后啊，你们看这个日本的计价器特别有意思，你看到上面有一个绿色的箭头的吗？它会走，然后走完了呢就会跳100。但是公交车只要坐一站，我刚才去买了点东西，就错过了那一班车。如果下一班的话是7点31分。哦，哎呀，第一次坐计程车，坐的心惊肉跳的。对，这个，哎哇，这个跳得好快呀！它低速的时候比较慢，快速的时候就快了。感受一下人民币在流淌，195块钱。10秒一个5块钱。这个，他刚才跟我说1800的时候，我还不信，我以为他是那种小黑车乱叫价，没有想到达标真的就是1800。而且我看了谷歌地图，它真的没有绕路。好一点，1700吧。OK。拜拜。进来了，这个是港口码头，然后看一下2楼登船口，登船手续。那边大喜就是往东京方向，这个是仙台名古屋方向，是2个不同的公司。这个就是我订的太平洋号。我在网站上面看到改期的费用只有30%，好像改期没有收费，但是我这张信用卡上面的钱还没有到账，有可能在 Visa 那边没有过去。他叫我
后面的话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我订了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单人间的。心痛的无法呼吸，一痛接一痛，一直在痛。最后的结果是，其实改期是没有收任何的手续费。过了几天之后呢，就已经把钱退给我了。跟他们折腾半天，已经34分了，然后这个最后登船时间是40分，我的天！人生啊！哎，可这边了。不在这里。哎呀，救命啊！QR， 仙台名古屋。哇，救命啊！希望他们能让我上吧。36，还有4分钟。再上吗？加油！来了。QR。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快开船了，我才上来。是所有都用这个 QR 吗？QR コード画面が表示されない場合がございます。ブルーランプ。この関連してNumber 2。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での保存をお済ませくださいますようお願い申し上げます。Number 2。Okay, thank you。上来了，哦，上来了。这看起来有点像青旅，对不对？但是它没有上下铺，它这个上面是整个是贯通的，就是整个空间还是挺大的。跑的太累了，还好我提前了1个小时到，然后那边问了一下，就是说，就是可能他们是没有收到那个第一笔的费用，可能是卡在这个信用卡那个 Visa 卡中间了。可能过2天就会退给我。我刚刚研究了半天，这是个灯哦，然后这是放手机的地方，这里有一台电视，但基本上可能看不了，因为都是日文。我们去外面看看。其实昨天那个房子更好一点，昨天它是一个单独的单人间。但是昨天我临时改了，就多在札幌多待了1天。我觉得这艘船特别像一个那种度假游轮，只不过它的规模小了一点。有一个大浴场，这个是可以面对大海泡澡的。早上我不买东西了，就可以省了80几块钱坐上公交车。哎。还是要啰嗦一句，一定要相信谷歌地图的时间。你不要以为下一班车可能10几20分钟就到，有可能等个1、2个小时。船上吃的喝的都有，还有卖一些一次性用品哦。我想买个拖鞋，待会儿过来买。我觉得这里的房间啊，就是回去睡觉用的，
你可以在这个船上其他地方玩的好开心的。哎呀，这边啥饮料都有，酒也有，小麦汁也有。还别说，日本的大部分饮料啊都还蛮好喝的，特别是它这边有很多无糖的茶类。我发现好多人像我一样没苦硬吃，非得来坐船，坐飞机不香吗？还有个游戏室，夹娃娃机，200一次，500 3次。日本的游戏厅，他们这个游戏有点像变相的那啥，但是呢，他们不是用 money 换 money， 他们是用钱换成那个钢珠，然后用钢珠来玩，然后玩完之后，那个钢珠你可以去其他地方兑换成你们知道的。日本觉得，如果不是直接进行金钱的赌博的话，就不是赌，就是游戏。女汤、男汤，你们是不是好奇其他的长什么样子？这个是比较便宜的，叫做 B 寝台。就人和人之间就隔着一个帘子。其实如果订这里也不错，因为人不是很多的话，你相当于一个人包一个房间。卫生间，智能马桶。给你们看一下日本人有多细节，在卫生间里面，女生卫生间里面有自动售卖卫生巾。这是另外一个房型。这个是有上下铺的，这边是上铺，对面是下铺，它这个设计还挺好的。一面是下铺，一面是上铺，这样互不打扰。他们的房间就没办法进去看了，没办法进去参观了。品的一个柜子可以锁起来。我在册子上面看到晚上还有演出。神秘的日出，明天要看一下日出。哇，这里，在我船开起来的时候，都是在大海上面。当然了，天色已经黑了，只有等明天早上才能看风景了。为了看风景，我明天一定要早起。8点开演，约45分钟。这里是一个茶水间，就是你买了泡面可以在这边加开水，然后还有一个微波炉。哇，这里的感觉也很不错。船上的一份意大利面才650，这好良心喽。冰淇淋跟外面的价格是差不多的。哦，这里是一个自助餐的地方，炸的啥？然后这是炸的鱼饼，他们就8点就结束了。东西还挺多啊，朋友们，2300，还有寿司。赶紧，先不看了，咱们先去拿现金来吃东西。我上船第一件事就是要来餐厅吃自助餐，2300。现在外面已经开船了，但是天都黑了。赶紧吃完再吃第二轮，基本上等于在市区的2碗拉面，好满足。能在这个游轮上大吃特吃。里面是冰淇淋，很多人会选择坐那种慢火车来旅行。时间过得特别慢，你可以在这个船上，可以说避世一段时间，因为没有信号。
歌詞がついてるんですが、時計をお前にね心があるので。现在到了外面来了，甲板上面，这个要明天早上过去看了。漆黑的一片，太冷了，我们赶紧进去吧。哦，抽烟的朋友害怕，这边有公共吃烟室。开始工作了，欠了好多视频，自从来日本之后就没有剪过视频了。好了，我要努力工作了。我在面朝大海，但是目前外面还看不见，黑压压的一片。不过现在也没有网，只能剪视频了。发现了。先看会视频再开工。还发现一件事情，这个船上基本上都是日本人，就连个外国人都没有，因为他们购买钞票的方式实在是太复杂了，要登录他们的官网，要填写一堆的信息，这里面信息包括日本的手机号、日本的住址，还有你的姓名。你的姓名的什么甲鱼，而且你填错了还不让你通过，必须得按照他们的格式。现在已经是凌晨1点多了，还有一些人在外面不愿意回去睡觉，当然也包括我。看看外面的大海，哇塞，确实应该早起。呀，这感觉太美妙了。现在我们去浴室看一看，不是看一看，是泡一泡。其实早餐也是有自助餐的，但是我今天早上吃不下，我就点个套餐。套餐的这样子一套是650，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Hello， 来，我们来吃一个面朝大海的早餐。看一下今天的早餐，是一个套餐，有蔬菜沙拉，有面包，还有一个橙子，还有咖啡，一个鸡蛋。吃一个水果。本来以为10几个小时的船是来吃喝的，没有想到要去享受。孤独的太平洋。已经快到了仙台，从北海道的上小木出发，然后途经仙台，最后是到达名古屋。如果要去东京的朋友，可以坐 Sunflower 这个船公司，不是太平洋号。东京的港口名叫大喜，除了 JR 除了飞机之外，另外一种选择。突然间想起来，这个船这么久，还没到过外面看看。哇！这个是这个船的尾部，上面不能上去。我们来这个尾部看看，我特喜欢看船的尾部。哇，这是太平洋，都快靠岸了才出来看。
9点53分，快到港了，现在都在排队呢。主打的一个不着急，主打的一个不紧不慢。结果到最后跑的都是我。这艘就是我们昨天晚上坐的船，有3层客房结构。现在到达仙台了，下船，现在走在是下船的一个栈道上面，连接船和码头的。仙台啊，曾经是鲁迅留学的地方，鲁迅呢也是仙台的第一个外国留学生，所以呢，咱们去鲁迅的留学的地方去看一看。日本其实是一个非常四季分明的地方，那么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都是截然不同的景色。看到这里，很多朋友会有疑问，那到底这个邮轮该怎么预约呢？这里附上攻略，大家记得收藏，免得以后找不到哦。首先，整个日本像这样的邮轮航线非常多，又分属不同的公司。今天就拿我从北海道出发的这2个船运公司举例，从上小木经仙台到名古屋是太平洋号，从上小木到东京的大喜港是 Sunflower 号，根据你们要去的线路查询具体的公司，然后登录他们的官网。也可以用手机，可以用电脑，推荐用电脑登录，这样你可以一边翻译一边填写资料。虽然网站上有英文版和中文版，但是只有日文版是可以在线预定的，其他语言都只有介绍，需要拨打电话预约。打开网站之后，你需要先注册预约，按照提示一步步操作就好。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姓名需要有片假名，可以在翻译软件中把自己的名字翻译成日文，复制粘贴过去。日本手机号也可以编一个，例如09012345678。日本的地址也可以用地图软件随便找一个，复制日文版的。这些资料在填写的时候记得保存一下，免得忘记了。最关键的就是你电子邮箱必须是真实的，后面都是用电子邮箱来收船票。注册完之后就是预订船票，首先得查询是否有空位。圈是有空位，三角形是部分有空位，叉是没有空位，横杠是无航班。然后点预约，登录的时候可以用你刚才注册的手机号和密码，付款可以用 Visa 卡和万事达卡，国内的银联卡是不支持的。付款成功后，你会收到预约成功的邮件，不过上传的船票的2维码需要等到开船当天才会通过邮件下发，用这个2维码就可以登船并且打开你房间的门。你学会了吗？